天冷要多吃红豆，教你一个神仙吃法，不打豆浆不熬粥，比面包和蛋糕都要好吃，做法简单，一看就会。大家好，这里是百变小厨房。红豆是咱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它不仅好吃，非常的甜，而且营养也非常高。天冷的时候多吃红豆对身体有诸多好处，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你从没见过的吃法。红豆是一种粗粮，也是营养价值极高的食材，它里面所含的各种营养元素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而生活中常见的红豆吃法，要么是做红豆沙，要么就是红豆汤，或者是红豆粥，就算是你不腻啊，家人都吃腻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红豆的做法，别说是大人了，就连小孩都抢着吃。我家一周吃6次，每一次上桌就光盘了。准备适量的红豆，用水把红豆搓洗2遍。红豆虽然看起来比较干净，实则表面也有许多的泥土和其他的脏东西，尤其是超市里面的散装红豆更脏了，这个去摸一下，那个去碰一下，上面的细菌可想而知。我们先用水将红豆表面的灰尘稍微抓洗一下，接着再换2次清水，用手搓一搓。第2次和第3次清洗的方式和第1次不一样，这里一定要用双手来搓洗，在搓的过程中才能将红豆表面的脏东西以及非常难洗的一些物质搓洗下来。在用双手搓的过程中，手和红豆之间以及红豆和红豆之间都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摩擦力，而这个摩擦力就可以将红豆上面的脏东西洗下来了。整个过程我洗了3次，洗好的红豆放在案板上，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温水，水的温度大概在40度左右，要保证所有的水将红豆完全浸泡起来，然后用手拨一拨，让它看起来更平整，放在一旁浸泡7个小时以上。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提前1个晚上泡好，这样第2天用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了，也更节省时间。这是泡过1个晚上的样子，可以看到红豆明显大了许多倍，颜色也变浅了不少，水也呈现了这种的浅红色。里面的红豆用手指轻轻一掐就碎成2半了，说明这个红豆就已经泡好了。泡发的红豆我们操作起来会更加方便，节省大量的时间。将泡好的红豆控水捞出，放入另一只盘子里面，然后用筷子轻轻地将它摊开一下，这样一来红豆会熟得更快。摊开后将它放进冷水蒸锅里面，盖上锅盖，先用火把锅里面煮开后，再转到中火蒸40分钟，把红豆蒸熟。接下来准备300克面粉，再往里面加入3颗干酵母粉。这里所用的面粉就是平时用来做包子、馒头和饺子的普通面粉。接着再加入3颗白糖，然后用筷子让所有的材料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加白糖有助于酵母粉快速发酵，这样充分搅拌均匀后，往里面加入300克的温水，水的温度在35度到40度之间，一边搅拌一边加入，然后先把它搅成这种的大面絮状，继续往里面加水，直到里面的水完全被面粉吸收后，再一次往里面加。加的时候也要少量的往里面加，要让面团将所有的水分完全吸收之后，再加下一次的水进来。最后把它搅成这种比较细腻的稀糊状，直到里面没有干面粉颗粒以及面疙瘩为止。我们以这种方式搅出来的面糊非常的细腻，很多朋友在制作面糊的过程中直接加水到干面粉里面，所以呢就会出现搅出来的面糊里面有面疙瘩，甚至有干面粉的状态。所以说方法非常重要，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完全搅拌至里面没有干粉的状态的时候，还要继续搅拌约1分钟，这样搅出来的面糊才会上劲。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接着盖上保鲜膜，放在一旁醒发半个小时。醒发的具体时间要根据自家的温度来定，温度越高醒发的越快，温度越低醒发的越慢。这个时候我们锅里面的红豆也已经蒸熟了，揭开锅盖就能闻到特别浓郁的红豆香气。用筷子随便夹一粒红豆出来，放在我们手指上面轻轻一搓，红豆就被碾压的稀碎了。像这样红豆就已经熟透啦。好的红豆我们把它取出来，往里面加一勺红糖进来，不喜欢吃糖的就不用加了。然后用勺子充分的搅拌搅拌，让红豆和红糖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在搅拌的过程中还可以加速红豆的冷却。充分搅拌均匀后，先放在一旁完全晾凉备用。时间到了，我们的面糊也已经醒发好了，可以看到上面出现了大量的气泡组织。用筷子挑开看一看，这个面糊发得非常的成功，非常棒。现在我们用筷子沿着回家的方向不停地搅拌搅拌，把里面多余的空气排空，这样就可以看到面糊会变得更加的细腻。当里面的空气完全排尽之后，把完全晾凉的红豆倒进来。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保红豆已经完全晾凉了。接着继续用筷子沿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让红豆和我们的面糊充分的混合在一起。最后搅拌成这个样子，先放在一旁备用。接着准备这个家里面吃饭用的小碗，在碗的内壁上面充分的涂抹上食用油，然后将我们的面糊倒进碗里面。倒的时候不要倒满了，大概倒到5分满的样子就可以了。接着在表面撒上黑芝麻，喜欢白芝麻的朋友也可以撒白芝麻，像我们的一些果干也可以撒在表面。全部准备就绪后，把它放进冷水蒸锅里面，盖上锅盖，开大火把它蒸上气后再蒸25分钟。剩下的面糊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蛋糕模具里面，然后在表面撒上黑芝麻，放进烤箱里面烤20分钟，具体时间根据自家的烤箱的脾气来定。25分钟时间过去了，蒸锅里面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千万不要去着急揭开锅盖，关火之后先焖上2到3分钟，让锅里面的气压稳定后，我们再来揭锅盖，这样就不会引起回缩塌陷了。这个方法同样适合于平时我们蒸包子馒头的时候来用。蒸好之后连碗取出，哇，真的是太香了，太漂亮了。把它们稍微晾一会儿，晾的不是那么烫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脱模啦。因为里面刷了植物油，所以脱模非常简单，用手轻轻掰一掰，碗一扣就整个出来了。这是底部，看起来非常的光滑，非常的有食欲。红豆和面粉这样做出来，比蛋糕和面包还要蓬松柔软，更加香，而且清蒸出来的好吃还不上火，特别的营养。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那么请用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轻轻的一掰就开了，可以看到里面的气孔组织非常的均匀，特别的蓬松柔软，非常的有韧劲儿，比蛋糕和面包做法更加简单，而且更好吃。满满的红豆香气，既营养又美味，用来当做点心或者是早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咬上一口真是太解馋了，家里面的老人小孩都爱吃。除了蒸出来的，还有我们烤出来的，
烤出来的看起来也很漂亮。我们只需要把蛋糕模具纸撕掉就可以了。烤出来的外层摸起来比较酥脆，就像一层蛋卷一样，捏起来就比较酥，而里面就比较柔软了。外一层比较有嚼劲儿，里面非常柔软，像咱们的老年朋友就不太适合吃这一款。喜欢吃香一点的、酥一点的，就可以试一试这个做法。咬上一口，外层酥酥脆脆的，里面特别的软嫩可口。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方法。那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